给大家参观一下我订的民宿，非常有70、80年代的感觉。它这个换的床垫那些还挺多的。大家看这个有没有像外婆家的被褥的感觉？而且看这个垫子，感觉好老的垫子。这个价格的话，真的是我订过最低的，就这么大的。这边还有一间客厅，这间房子是遗留下来的东西最多的一间。有一本儿童书籍，俄罗斯语的。我刚刚找厕纸找了我半天，他这边没有厕纸，都留一些无关紧要的东西。要用的没留。小的厕所，什么都有，反正厕所就这样。虽然这次的公寓及内饰有些老旧，但这个价格还是很划算的。摩德瓦每年的游客造访量约为16万人，可能还不及每年去我家楼下Lidl超市购物的人多，但就是这种神秘感驱使我来到了这里。有点像我想去的。这边在猫头鹰排名第1名的是世界上最大的地下酒庄 Milesti Missi， 对酒文化感兴趣的可以去参观一下。我路过了市中心的几个特别漂亮的公园，非常适合去散散步、坐一坐。公园内也有无线网覆盖，还有当地的凯旋门就在主干道上，很容易找到。另外还有一个还不错的临湖公园，叫 Valia Morillo。这边打车的 APP 叫 Yandex。关于安全，由于基础设施不足，晚上出门的时候，在市中心也还有很多没有灯光的地方。不能说不安全，但是尽量避免一个人晚间去暗的地方，其他的时间我都感到很安全。最后，基西讷乌值得来吗？我先给大家讲一下我印象比较深刻的点。第一个是这边交通很方便，虽然是你看到是那种老式的电车，但是我每次下楼等的都不会超过5分钟。很多电车，而且非常便宜，2类，大家换算一下是什么概念？第二个，我想说，我印象很深的是，这边食物都非常的好吃，因为，我首先说跟中国比起来还是差很远，但是在欧洲来说，这边食物的种类非常丰富，而且有很多我流连忘返的食物。如果大家想看这边有什么食物，可以看另外一集美食篇。最后一点呢，我想说，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？是这边的人。大家可以看到，我这边遇到了非常多很好的人，都对我，你知道，笑脸啊，然后对我非常和善，就是非常友好的人。其实我说实话，我在来这趟旅程之前，我不会料想到，因为我知道这边讲英语的人很少，确实是很少，我不会料想到我自己会和当地人有这么多接触，我真的不会料想到。我可能会是说，假如说去丹麦啊，去瑞典啊，去英语国家，英语讲得好的国家，我会觉得可能更有机会去交流。所以还是那句话。虽然语言不通，但是只要你有一颗愿意交流的心，你笑对别人，你善待别人，别人也会善待你。我觉得这是在哪里都是一样的规律。这是我来这一趟旅程应该是记忆最深刻的点，因为说实话，大家可以看到我来这一次都没有去看什么景点，我其实更看重，或者是更想要去跟当地人交流，想听一下。你知道很多事情，你看媒体、看新闻，那些事情都不是特别的真实。你要真正跟当地人聊，我跟当地人有问了好几个腐败的问题什么之类的，我得到不同的答案。然后你就根据你得到的答案，再根据你看的，你可以自己分析一下。当然新闻可以作为一个你知道。一个辅助，你可以自己得到一个你自己很主观的感受，这个是最宝贵的东西。然后我的答案，这个基西讷乌该不该来，值不值得来？我想说，
虽然你这边可以看到一些很乱的一些市集，还有没有修好的那个什么地下通道之类的非常差的那个基础建设，但是我觉得我们有一句话叫鱼与熊掌不能兼得。你想要那么便宜的食物，2类的坐车，然后可能5、6类你就可以吃一碗饭，就是你想要那种便宜，然后又想要这边基础建设那么好，是完全不可能的，就鱼与熊掌不可兼得。我自己是非常，就是说这个地方是超出我给他的想象的，就是第一个有很漂亮的地方，很干净的地方，我去的那几个公园都非常值得大家去，就是很安静，而且我记得我去的那个公园落满那个秋叶，有点像我印象中看到的纽约中央公园的那个味道，所以说非常非常的漂亮。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这个国家，如果评分的话，喜欢这个城市，因为我还没有去其他地方走，我个人给它评分的话10分，我可以打，如果是论在这边住的舒适度来说的话，我可以打到8.5分。我觉得应该算非常非常高分，而且我觉得有的时候你在出去玩，如果是假如说你待个5、6天，你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便宜你就可以天天出去吃，然后又吃得开心，又吃得爽。我不知道他这边医疗水平怎么样，如果医疗水平好的话，也有可能是成为一个养老圣地。希望大家关注我下一个视频是在罗马尼亚，下回见。